大家好，我是臭鸡，今天给大家讲解 2.5A 版本的平衡调整。那么开始聊英雄平衡调整前，官方有说为了手游世界赛的稳定性考量，整个11月份都可能不会有英雄平衡调整，所以这个英雄平衡调整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那么我们知道了以上的前提后，这次我会尝试搭配英雄数据来分析 2.5A 版本，这里的数据会以 WoW Stat 东南亚服为主。首先第一位阿克尚。官方说，很多玩家已经学会阿克尚的操作，并且觉得他在近期的实力有点过强了，所以对大招的务工系数进行了下修。那么根据近7天的数据来看，阿克尚的胜率竟然是52%，大师局以上的胜率更是达到了54%，所以官方这次削弱阿克尚是蛮合理的。可是我认为阿克尚的优点不在于他的大招，因此阿克尚的强度依然还是很强。第二位德莱厄斯，简称诺手。官方说高端局的诺手是强势的角色，所以下修了1技能的外圈刮的治疗量。那么官方说诺手在高端局特别厉害，所以我特别去参考诺手在大师局以上的表现，发现诺手在高端局的胜率是50%，胜率其实偏向中上水平而已，所以我认为诺手不太应该削弱。反正患有诺手恐惧症的我，每局都把诺手给搬了就完事了。第三位加里奥，官方说加里奥之前虽然被削弱了，但是由于调整了闪现的机制之后，加里奥搭配3闪的技能又变强了，所以再次加强加里奥大招的冷却时间。那么根据近7天的数据来看，加里奥的胜率也是50%，但是我觉得加里奥值得再被削弱，毕竟他的3闪技能和支援能力都挺离谱的，所以这次削弱加里奥还算可以吧。第4位格雷夫斯，简称男枪。官方说近期版本对男枪都特别有利，所以基础数值和基础魔力恢复都被下修了。那么根据近7天的数据来看，男枪的胜率同样也是50%，但我觉得男枪这次的削弱下手有点重，特别是每级物理防御成长喊得蛮多的，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削弱又怎么样呢？第5位卡莎。官方说卡莎在高端局都特别厉害和好用，所以下修了1技能每颗导弹的基础伤害以及唯一目标最大的伤害。那么官方说卡莎在高端局特别好用，所以参考卡莎在大师局以上的表现，发现卡莎在高端局的胜率是51%，而且卡莎在东南亚服的选用率排名第1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，卡莎是真的厉害又好用，在众多 ADC 里的强度也是一直处于在 T0 的级别，所以这次的削弱肯定是免不了的。第6位卢锡安，官方说卢锡安近期的加强还是不够给力，所以增加了大招的子弹伤害。那么根据近7天的数据来看，卢锡安的胜率只有46%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英雄就是特别两极分化，玩得好的确实是强得起飞，玩得不好真的是菜得离谱，所以单纯从胜率来看的话，卢锡安确实是挺需要紧急加强的。第7位娜美，官方说娜美是辅助的天花板英雄，所以加强了娜美的大招的冷却时间。那么根据近7天的数据来看，娜美的胜率竟然高达52%，相比其他软辅的胜率来看，娜美确实是可以归类为 T0 的级别，可是削弱大招感觉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娜美搭配强势的 AD 依然好用。第8位泰达米尔，简称蛮王。官方说重置后的蛮王称霸了野区，所以下修了蛮王的被动攻速。那么根据近7天的数据来看，蛮王的胜率竟然只有49%，但是我觉得蛮王的削弱其实影响不大，因为前期的被动攻速只下修了5%，后期有了攻速装也不会觉得影响太多，所以感觉蛮王的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削弱。再来看看装备的改动，这4件装甲装备都迎来改动。第1件黑色切割者，官方说黑切对比3项和死亡之舞都来得逊，所以略微提升物理攻击。第2件最后耳语，物理穿透降低，具体原因会在后面说明。第3和第4件致死宣告和希特利亚咒怨，这2件装备的物理穿透都变成随着等级提升，还有合成费用和总价格都略有提升。具体调整原因是 AD 前期都裸出穿甲装备，这个举动导致坦克前期根本扛不住，所以官方改成这样来解决尴尬的问题。然后是自然之力和振奋铠甲的魔抗都有提升，具体的原因是近期法师们的魔法伤害太高了，特别是维加和火人的魔法伤害都特别离谱，所以略微加强魔抗来抵抗他们。那么以上就是 2.5A 版本公告，拜托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3连吧。我是超西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。